打来了吗？我感觉晚3秒钟你就要持枪破门而入。打来了。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又要来了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耶！这就是用那个什么绑的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你系上了它就弄不开的那种。对啊，是吧？有解法吗？啊，它这个是干的，然后要把汤倒进去。嗯。哦，它这个还是单独放的，对啊。这有点有意思啊。哎，这个倒是挺刚好的，完美。啊，这个算过。它有算过，对。汤和面的比例，主要就是把眼屎弄下去。哎，我只是真实的展现给大家好吗？都这样的，美女就没有眼屎吗？美女拉屎也是臭的呀，对吧，爸爸？悠悠在我对面吃那个随缘的蔬菜面啊，然后我在给悠悠做面的时候，我们家这个门铃就响了，就对应外面大门的门铃，我一猜就是优爸领的外卖到了，我接电话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都很温柔，那种有点奶奶的那种。我在下面等你们很久了，你们还不过来取外卖？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对不起他，然后我就赶紧跟优爸说，我说人家在外面等很久了，怎么不下去取？对。然后呢，优爸取完外卖上来，我就要骂他，按照我一个大陆女孩，有这么就深厚外卖经验的人来说，我指定就是人家给你打过电话了，你也接了，你说啊我马上下去，然后你没下去，人家在外面干等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优爸，我说你怎么打了电话不出去？优爸说我没听到。你在晾衣服啊，当然听不到啊。我也没听到。但他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接到，没有人接听的状况下，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不成立的，个人觉得啊。然后他已经在楼下了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打这个家里的这个门铃呢？就指定就通知我们下去。我也问他了，我说你怎么不按门铃呢？他说他们一般都不会按门铃，因为怕家里有小孩的，按门铃会吵到小孩。不会呀。就是我们有点外卖的需求，我们也点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会儿有外卖会过来。在已知的这个状态下，它已经不成立说我会打扰、会骚扰、会怎么样，对吧？那台湾的确，我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件事儿？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，也是让我觉得挺有思考的。是一个女孩嘛，她是合租屋，就很像是那个透天厝。透天厝呢，她就租了一个套房间。然后呢，每一间房其实他们都是出租的，中间有个过道这种，就是让你上楼下楼这种。然后呢，他就点了一个外卖，这外卖小哥呢就在楼下等他，就也是给打电话说我到了，你下来。这个女的说我不下来，你给我送上来。外卖小哥说不行，不能送上来，因为这是私闯民宅。那女的说以前订的外卖人家都送上来，为啥到你这儿你就私闯民宅了？必须你给我送上来。然后最后就因为这件事情，上了新闻。我当时也在想，好像我们在台湾啊生活这么久，我们现在房子是老公寓嘛，就是走路的健身公寓健身房啊。然后呢，以前也住过这种电梯公寓的，就是那种酒店式管理的这种，都是送到大厅，因为有一次，就我们班在这边住的时候一次，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一次，所以这一次是管理人员让他送上来，还是说外卖员的自主选择？这个就是两个了。一般如果有大厅的话，有门禁的是不会让外卖员送上去的。那没有门禁的话，对，那就不一定，就被外卖员自己选了。
反正我们搬到这个新家来之后，外卖员都是在外面。你要是他今天很倒霉，都摊上像我们这样的健身公寓，那这一天不累死了，楼上楼下爬的。包括刚才我个人真的不觉得你直接按门铃是一种就是算打扰之类的。而且呢，真的我也希望他能够更节省时间。就刚才他说他已经等我们很久了，我真的很惭愧的。外卖员一天不就是为了跑单吗？然后在我这牺牲太多时间，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可是真的没有必要这样。我刚看了一下电话，他确实打了3通但都没有人接啊。对啊，没有人接我，所以我就说，你就问题是你一个没接通了，你就直接选择按门铃就好了呀，对吧？这对于他来说也不损失什么。就比如说啊，真的遇到那种刁钻的住户，你也打扰小孩了，你说那我给你打过电话也没有接，对，这也是成立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台湾的朋友很乖，只能这么说，就是很乖，很会帮人家设想。对，就是他过头他比我们设想的更多，反倒跟我说这些他设想这些，我就说啊，我没有这样想啊。我们这个外卖也送了好几次了，对吧？第一次遇到这样子。但是就是结合到其他的事情，有很多也是这样的呀，对吧？服务业的，可能我说话真的就是很直白的说这件事情，人家就会担心啊，不好意思呀，我要给你解释一下，怎么样，就会要听他把他所有对我的预想全部都说出来，然后说啊，我对你的考量怎么样，我就要一直在听台湾的服务业的大环境，可能就造就了他们这样。可能我觉得他们之前也遇到过类似这样，就是不太好相处的客户，让他们心有余悸。不过，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的本身的性格。我还真遇过，因为跟很多人同事工作过嘛，我有遇过那种，他不讲完，他就受不了，就我作为他的直属领导，我说我听懂了，因为他一直颠三倒四重复一模一样的话嘛，都重复 N 遍了，后来结束之后，我就单独跟他聊天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就我们都懂了，对吧？那么多人等着你讲完一模一样的话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停？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觉得我不讲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哦。你那是病态的案例。但是优爸说这突然让我想到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和台湾人的性格有关系。就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优爸就带我见了一个他的台湾的夫妻朋友。当时我对台湾真的是很陌生，然后我也没有抓住一个台湾人的大概率的这个性格的共性啊。这对夫妻就想问我一个关于大陆的一个问题，可是呢，他们在开始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绕了很多的圈子。他没有直接问我，哎，薇薇，我问你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一直好奇一个问题啊，那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希望他也没有提这个问题是什么，就是一个问题。你不要多想啊，不是因为说你是中国大陆的，我们是台湾的，然后你就会去多想。我们就是夫妻2个人，就纯粹的很好奇，然后一直都想问，可是刚才呢又不知道该怎么问，就把这个问题已经勾到那个珠穆朗玛峰的山尖了。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是一脸紧张，然后一脸严肃，又带着一小小的期待，又怕我拒绝。我觉得没有关系啊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呢，因为大家是朋友关系嘛，真的没有必要做这么多铺垫。但是他们觉得这是对你的尊重啊，这一部分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部分的操作，就这样。但是我们在大陆点外卖，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啊，其实竞争力很强烈的，光那个外卖的 APP 就老多了，一波一波的兴起。那你如果说真的在这个外卖行业能够站住头角的话，那指定就是活动要特别多，对吧？然后再就是外卖员的服务要特别赞，赞到啥程度？其实大陆的外卖员会上门送完外卖之后说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垃圾需要我帮你丢？对，哇！但是这个就要根据业主自己来决定你要不要让他帮忙，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自己丢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丢垃圾也不是那么的难，对吧？在那个上海的垃圾分类管理之前，之后就有点麻烦了。
稍微也还好就稍微有一点麻烦了。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很在意这个时间。当然，当没发生过。师傅，那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那你这样的话，我马上赔你钱多少钱？那真的，我给你意思，你哭不要哭？我赶紧要急。眼看订单已经超时，小哥急得哭了起来。奥迪车驾驶员也有点不知所措了。台湾这边，我到你这儿了，我再小心翼翼的给你打电话，这样他可能还没出去呢，他还没骑到这儿，刚取完那个外卖餐点，他就给你来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人排队太多了，那个可能稍微晚一点，别着急啊，就是那样火急火燎的，比你还着急。我会先按那个，有时候急的时候，我现在送到可不可以？对，他会问。一般我也会同意啊。对，不容易这种真的不容易，外卖小哥真的不容易。一单的话，超过15分钟扣20啊。那你跑一单能多少钱？我这5块钱呢，5、6块钱。就有几次，包括上海真的交通也比较复杂一点，人多的时候，然后外卖员也多，点外卖需求量也多，店家也供应不上，因为你一旦没有按照时间来，公司就首先给他扣钱啦，不是说你这个客户这个评价是差评还是好评，所以压力很大的。我们没有说生气的状况，我们都说好，你慢一点，你注意交通安全。我们还得提醒他说，我们不着急，一定要安全。但是呢，他们敲门都会很急，走，外卖来了，就是会这样。这个跟外卖不外卖没关系。我记得我刚到上海住的时候，然后我扫地的阿姨来。他敲门，我是从床上被吓醒的，我以为发生火灾了。他是这样，打来了吗？我就特别理解，打来了吗？快点吗？然后你敲门就是让人家听到呀，这不是很好理解吗？对吧？旁边有个叫做电铃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是在时间很紧迫，或者说我直接思维的时候，我没有管你旁边有没有电铃，反正电铃也能听到，然后我敲门你也能听到，这不是达到一样的效果吗？扫地阿姨要急什么事情？扫地阿姨档期也很满的好吗？接这班，然后另外一班还有的。他说：“哎呦，电铃，我知道了，下次来。”我又被吓醒了。他说我忘记了，不拍门了，妹妹不拍门了，他按电铃，嘟，打来了，吓死我，就打来了。真的觉得就是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儿，两岸人一些性格的根本就不是只有那个阿姨，好多我遇到都是。问一个问题啊，你按电铃拍门也是这样拍的吗？我拍门，你就是拍门？没有意识到。你是拍门还是按电铃吗？拍门呢？拍门呢？你是这样拍吗？我一般拍，我就是拍亲戚家的，奶奶家、姥姥家，就那指定让爷爷奶奶、姥姥爷知道。咣咣咣，奶奶，我回来了，就会这样。对，这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老二，给我开门。对，是这样的呀。那不然呢？我在阿婆家也是用力敲，然后我就说阿婆，我回来了。对，一定要说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喊出来，那个氛围才有，就是回家的氛围要有，就是进门礼仪。我回来了，给我开门，快点儿！对，我感觉晚3秒钟你就要持枪破门而入。就是大环境的氛围，但是我在我婆婆家不会这样，为什么？就会很亲，因为入乡随俗。入铜锣乡，随铜锣俗。那我们现在搬来这个家，我们家也有到大门的电铃嘛？对啊，我也按过几次。优爸按每次都是叮，然后等有没有回话。大概等个2分钟，人家没有回话，优爸再回家叮。第二次，这次会长一点。我不，我只要按电铃我就呀，然后我等个10秒钟，有没有来？没有来，我就又打来了。我们思维不是说我们没有礼貌，我们是你听到了你就会赶来。那我等了10秒钟，我预算你的步伐，你没有到，那就指定是你没听到。没听到，我等了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就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外卖小哥，你没有人接听，你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。
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啊，你自己的时间比较宝贵，因为你可能再接下一代，对吧？然后你第2通电话还是没接，第3通电话还是没接，你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像我一样，转为按电铃，然后滴滴滴就对了，就对了。我觉得大家活不过3餐。我只说我自己的啊，没有代表一切，也没有对错，因为毕竟我是新住民，我还在就不断的在就是融合这个大环境，方方面面，这方面太多了，就比方便面还多。哎，这个还真的是，当时我刚去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，就是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敲门就吓死我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哎，有一次是那个阿姨是晚上来打扫，然后也是这样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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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还吼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吓死了，而且打扫不是这个时间，大概是隔天早上，还砰砰砰砰砰，看吧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吓死了，我赶快打电话给我同学，哎，你们快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好可怕，这句话。因为那个灯开是亮的嘛，然后我不敢开门，我觉得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什么寻仇找错人嘛？因为我们就是上学放学嘛，没去哪对吧？肯定不结仇的，那谁知道是不是找错门的寻仇的？我赶紧打电话给我同学，然后2个河南的好同学，对，然后就过来，把那个人带走。我说是谁呀？我说有一个阿姨，年纪大，问他说他来打扫的，我说他打扫的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对，不是明天早上吗？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来的？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阿姨，说：“哎，阿姨啊，你刚刚来吗？”她说：“对呀。”就开始把我骂一顿。不开门。对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对。不是不开门，我从来没那么生气过。我说：“这我家，你在给我凶什么？对吧？”然后我说：“你要来。”不是有电话吗？你提前来可以啊，你不会打电话吗？他想省电话钱。他想省电话钱，那后来他都不白跑一次。对啊，不浪费时间嘛。是啊。然后他大概觉得理亏，然后说啊，那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刚去的时候，真的这个新住民，我觉得大家对台湾的人对新住民会还是应该多抱一点理解。味道啊，讲话态度啊，习惯啊，其实真的都不一样。至少我自己到这个中国大陆、上海啊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有时候是到曼谷去，对吧？各个地方都不一样的。各个地方不一样，不只是两岸。对，互相多理解吧。我觉得就是2个字叫尊重。对对对。互相尊重对方，不是故意的。这件事情。对。好吧，那今天这个临时的话题就说到这儿了，因为真的是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件事情。有虾子你吃吧。那吃虾子不胖啊。请期待我们下一次影片吧。拜拜。优爸把虾子都留给我了啊。拜拜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游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，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优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啊。对。